我真不是我想爱而不得，我挺想爱而得一下的，你知道吧？我确实喜欢去演一些带有创伤的角色。你为什么要害我呀？我坐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戏外特别躺平，特别躺平，我戏里就特别有野心。现在轮到我来写史书了。说白了4个字就是精神食粮。我需要这种精神食粮来填充自己，那我相信也有很多观众需要。我怕听到那种词儿，那种把我夸上天的词儿，我一看到我就哆嗦，因为现在太多人有这种有色眼镜了。哇，这些问题都这么深奥吗？我真不是我想爱而不得，我挺想爱而得一下的，你知道吧？我也挺想得一下的，就是我也挺渴望有一个能够爱而得一下的。那个导演看到了，什么编剧老师、制片人老师看到了，记得找我。第一，确实是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这种主角光环的戏能找到我。第二呢，是我确实喜欢去演一些带有创伤的角色，对，我觉得会丰满一些，在仅有的选择里面去找一个我觉得更让我觉得深刻的角色和故事。我说实话，我挺想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的，没有说单一说一定要尝试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对我目前而言，我还是希望可以有更深刻的这种情感的输出，比较打动人心的作品。好久不见。钟主席有给我发微信，他觉得很好看，然后也跟我讲了很多演戏上的心得吧。他说一句，他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觉得挺幸运的吧，能够出演这个角色。因为通过这个戏，首先是让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了解我了，然后也让很多观众开始了解画像师这个职业了。这本身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不管是大家看到《猎罪》的这些观众也好，还是我自己本人也好，在没有接触到《猎罪图鉴》的时候，其实对画像师这个职业都是陌生的，不知道画像师他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存在吧？对，所以我觉得能够饰演一名人民警察，对我而言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你安全吗？爱了龙子山弟弟吗？你知道他评价你说你很幼稚吗？我看到了，我不能否认，我跟他在一块儿待着的时候，我会被他感染。这种感染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去用对小孩的方式跟他聊天，因为他特别可爱，所以你跟他在一块儿待的时候，你会被他带着，你觉得你也很有童心。他会每天收集那种什么球星卡，天天就是炫耀他的球星卡，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少年啊那种。突然有一天他说：“哎，我今天收集了你的卡。”我觉得特好玩，我觉得他说他上网去买了我的卡，我觉得这是就特有意思。包括我们俩在片场也经常说逗笑啊，我经常就特别想逗他开心，逗他玩。他其实对于他的同龄孩子来说不算很成熟的，对，但是呢，他本身他毕竟是个15岁、16岁的男孩，他身上自带的那种天真纯真是掩盖不了的，所以你跟他在一块儿待着的时候，你就会被感染，你就会觉得你其实会很舒服。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演员保持童心是很重要的。白发，这个妆造，首先让我有一点想去触碰的感觉啊。包括相柳这个人物吧，我觉得就是也是，虽然说大家现在老说我喜欢演冤种啊这种，但其实我觉得相柳也不一样，因为《长相思》它有一个它的世界观，它还是我以往没有接触过的题材，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本身又是童话老师亲自来编剧，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角色。因为相柳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角色相对在里面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你在演的时候，对手给你的刺激越大，你的感受就越多，能表达出来的也就会越多。所以说，好的表演其实就是互相碰撞出来的嘛。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很庆幸我自己在刚开始演戏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好的前辈老师、好的导演，慢慢的自己的戏也被带出来了一点点。子山弟弟也是，一开始见他很害羞，他见我都鞠躬，你知道吗？我一般我见人我也鞠躬。所以我一看，哎呀，这肯定都是慢热型的了。但是他毕竟是小朋友嘛，所以我就会主动一点。一开始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演员都会做，就是如果说你们在戏里面是需要很熟悉的话，包括如果你们俩演情侣，你也不可能俩人不认识或者不熟悉，你肯定要私下要不是私下怎么样，就是说肯定要熟悉一下对方，就是两个人彼此要有这种建立一些默契。
对吧？你不能真的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然后爱得死去活来的，就很难演，就会给自己的表演上形成阻碍。我们只是为了更快速的帮助我们表演而已。你都这么老了，怎么去跟角色共存？你要理解角色。我是觉得我是在不停的跟角色碰撞的时候，去挖掘的时候，你就会一点的情不自禁的就融进去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对一个女孩，你不停的说你喜欢她，你喜欢她，你每天都告诉自己你喜欢她，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就会相信。就是你不停的在骗自己，不停的在骗自己，或者你在不停的理解这个角色，你不停的再去尝试的接近他、理解他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共情。比如说我当时演那个《爱的厘米》的里面那个关震雷，其实一开始我就很不能共情，我就很不能理解，完全就是 get 不到为什么要这么做。命令谁呢？你是我什么人啊？关雨晴，你别忘了，咱俩是仇人，仇人，你明白吗？你能演吗？也能演，就正常演，照着剧本演呗。但是呢，如果说想要去共情他，那你真的就是要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所以我一般就是我会把自己放在角色的那个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久而久之，可能就所谓的共情了。其实关震雷，我当时也有讲过，其实关震雷这个角色，我一开始不太能共情的原因就是他离我太远。我从小是自己独立，小时候可能上学的学费，我的学费都是我自己能挣出来的，我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关震雷就完全跟我相反，然后他去也问父母要这个钱要那个钱，然后去要姐姐的钱啊什么这些，我一开始都理解不了的。直到有一天我去看，我不小心翻到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是讲的一个类似于关震雷这样的一个人。哦，我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我在一打听，发现身边很多人就跟我所谓的吐槽，就是说啊，我家里面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人，可能比关震雷要严重很多，可能只是我自己没有感受过，但是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可能比影视剧里面还要夸张。首先，我就相信了这样的人的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就开始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什么他会堕落？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人他就是放弃自己的状态，但其实，后来我们在慢慢去挖掘人物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其实这样一类的人，他是没有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当他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可能他不会被任何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的毒打、摧残等等，你再给他雪上加霜，他只会越来越放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让他发现他是自己的闪光点，他自己能创造价值的时候，他就会努力起来。这无形之中也是给了我一个，如果未来我的孩子，我觉得也是要有一种教育方法。所以我当然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挺有意义的，包括到最后他跟他的老婆那段他的转变，大家会觉得他那是一种他的所谓的洗白，我觉得就是成长。对一个人物的成长，我觉得是特别，也是我非常看重的。所以现在演戏就是觉得可以演到一些如果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角色或者作品的时候，是我觉得高兴的事情。对，就不是只是看一个乐呵，看一个精彩。对，如果这个作品能够给我自己，也给观众带来一些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挺值得去创作的。有时候演戏，你会感动于里面的角色的一些他的价值观和他的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世界，然后你再回想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其实会觉得哎，也没怎么样。说白了4个字就是精神食粮。你会觉得我需要这种精神食粮来填充自己，那我相信也有很多观众需要。其实那天我也有讲，我说戏里反倒简单的多，现实生活中反倒复杂的多。其实有时候我们看戏，说戏里面啊，这个又怎么样，那个又怎么样了，说啊这个戏好复杂，你再回想现实生活，那比这夸张多了。所以我觉得戏里更安全，更踏实。我就是天天如果泡在剧组里，我反倒会特别开心，特别踏实。你在饰演他的那段期间，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的去区分，对，你就投入就好了。我觉得就是
全身心的投入就好。然后你告别了这个角色之后，你总会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嘛。你总会有跟这个角色无关的事情，种种。比如说我离开了角色，我就投入到檀健次的生活中了。我就是要去面对很多媒体，面对很多观众。你有了别的工作，你有了别的事情之后，你自然就会分心，你自然就慢慢的所谓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种走出来的，所谓这种会让我需要慢慢走出来的戏，现在还没有说那么多。因为就像刚刚说，其实之前遇到的作品，就是你没有很长篇幅的去刻画一个人，我觉得也没有谈不上说出不了戏这种情况。但是我也有过，对，只是说不是每一次入戏当下是一定入戏的。我指的是就是杀青了以后这种所谓的出不来，因为我也不理解，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有遇到过，但是呢，这种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了。没有想那么极端。怎么讲呢？就是你以前，比如说我去拍一个戏，演一个角色，可能演一天，然后会空出来好几天，演一天空出来好几天。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再去演一些戏，你每天都在以这个角色生活，你想不入戏都难。这种情况，因为你每天都在以这个角色，然后你每天都自己当成这个人活了4个多月、4、5个月的。你就很难说你不相信，你知道吗？故事里讲的是，我举个例子，就是你看一个电影或者你看一个电视剧，你今天看1集，你隔10天再看第2集，再隔5天再看第3集、第4集，你就很难看进去嘛，对吧？你一口气把它看完，我不信你看不进去，你肯定能看进去，你肯定也会跟着里面的角色去喜怒哀乐，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演员身上比较特殊的体验感。我觉得，比如说你们任何一个人去看一本小说。看一个什么故事的时候，你们也会代入吧？这是正常人该有的，都会有的反应吧。就是你看到这个角色、这个主人公，或者说这个人物，他某一点你突然会联想到你身边某一个人，或者联想到自己，或者联想到谁，都会有。对，只不过演员可能多了一份，我们要想琢磨着怎么去刻画它，更深的去挖掘它。对，因为你要去演它，你并不是只是。看完就完了，这就是演员说所谓的剧本嘛。这个剧本能不能打动我，能不能让我喜欢？我喜欢上这剧本，那我去刻画里面的人，那我每天都在这个人里面，肯定也会多多少少。你不想投入也会投入进去的，就是不是每一次都是的。就是有时候你也有很难走进角色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多跟角色交流，多去感受。可能才能慢慢的相信。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有时候大家认可了你，但也不一定会让你演这个角色。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觉得，哎呦，我是需要再努力，起码让我想要演的角色能让我演到。对，不然就是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我经常就是以前就有这种，已经通过面试啊怎么样啊试戏啊已经定的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快开拍前又把我换了，这种情况都会有的，或者要不就是连面试都没有通过，只能说是你要全面开花吧，要各个方面的努力去让更多人知道你能承载得了，当然会难过，对，因为。那是一种被否定的感觉嘛。我之前说过，我说表演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我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已经没有那么的丰富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演员，那我就可以把表演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一种。体验人生的方式，我挺享受的，因为我觉得戏里挺好的。我戏外特别躺平，我戏里就特别有野心。我觉得也就这点追求了。我不太了解我自己的这么所谓的层次感，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有很多面。对，我现在跟你聊天可能比较安静，但我也有很疯狂的一面，我也有很闹腾的一面。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多面的。对，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可能
对于每一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某一面融进去，或者说你看到生活中某些人的一面带进去啊，都会有这种代入。我不去分配他们，我觉得这时候我的感性跑出来就感性，这时候我的理性跑出来就理性。我其实是一个我特别不懂得给自己规划的人，我就是在当下，确实想哭了就哭，也有时候也憋，也不想流泪，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哭了特丑，然后就不想哭。我从来不会因为委屈、疼痛、难过而哭，我的哭基本是感动，就尤其年纪越大，就越外壳也硬了，内心也软了，就是这种所谓的物理伤害弄不哭我。但是呢，你稍微让我觉得有点感动，我可能就会哭。心理打击归打击啊，但是就是这种打击不会让我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啊，哭一下就好了。我就是你再怎么着，我也不会哭。就是所谓的这种打击也好，那什么也好，反正我就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哭。对，好像真的很少，也有些许感慨，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人生的剧本这样也挺丰富的，我觉得丰富多彩。其实你看很多演员不只是我，很多演员都是披荆斩棘才留下来的。对，有经历是好事，并不是坏事。这么一路走来，我自己回看也挺幸运的，不能说不幸运，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这一路走来，我这一路我遇到了很多好的前辈老师，好的导演。一开始接触影视剧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在走的是很正轨的一条路，对，所以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没有跑偏。那你会担心自己被捧杀吗？特别担心，我特别怕捧杀。有时候用那种捧杀，就是感觉就是一看就是捧杀，你知道吗？哎呀，什么，我怕听到那种词儿，我一看到我就哆嗦，因为现在太多人有这种有色眼镜了，低调一点挺好的，低调点就挺好啊。这不是清醒，我觉得这见多了，这看见的多了，就给自己时刻敲着警钟，包括我也要时刻告诉自己说要踏实做事儿，保持初心啊，不能飘等等，一切就我觉得给自己保持一个最平和的心态吧。对，我觉得平静的心态能抵御很多。我们团队人也这样说有时候高兴的事看我好像也不是很高兴，生气的事看我也不是很生气。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但是其实我内心其实都是有的，只是不是那么的爱表达了。如果当观众提到谭健次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其实希望得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当然希望是好演员。我觉得如果大家用好演员来评价我，在我这里我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了。现在我都不敢说自己是个好演员，我觉得我只是在往好演员那个方向努力。你觉得自己最近这2年就是最大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呀？最大的成长和变化，我觉得就是稳重多了。然后因为也遇到过很多事儿，遇到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现在要拿得起放得下。嘉宾留的问题，你的理想型是？友善一点吧，理想型。我的理想型就是合得来。这问到我的死穴了，我都不知道理想型是什么。对于我而言，感觉很重要。虽然这句话特别飘，特别虚，但真的是这样。就是我是纯感觉型，有时候感觉对了，发现那个人也并不是我所谓的理想型，就是感觉对了，就是我觉得合得来特别重要。就是两个人在相处上，然后在这种审美上等等一切，两个人特别合拍，那才是真的理想。这理想这个东西太难说了，顺其自然吧。我现在都已经很佛了，对于这件事情无所谓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吧，没有找不着啊。给下一个嘉宾留一个犀利的问题。上一次表白是什么时候？够犀利吧？